我每晚对着3个丈夫家暴，他们不但不反抗，还对我摇尾乞怜，只因他们都不是人类，而是凶残的野兽。只有在我的鞭打下，他们的情绪才会稳定，变身成为兽人。而我是这个兽世界里唯一的驯兽人，所有男兽费尽心机都想成为我的兽夫，只为得到我的一个安抚。而我本是现代一个被老板疯狂压榨的宠物美容师，连夜加班猝死后，竟然穿进了一本奇葩兽世小说里，成为这里最恶名昭著的雌性。我一睁眼，手里正举着一条奢华的皮鞭，而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被绑在床上的兽耳男。他红着眼睛，神经紧绷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狂化。他原本是白虎族高高在上的战神白夜，却因为原主是城主的唯一的宝贝女儿，就被强留下来当兽夫，天天不是打就是各种受气。看着他那张帅的人神共愤却满是怒意的脸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字：足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畜，知道自己遇到硬茬子，我的膝盖比我的脑子反应还快，一把扔掉那根镶钻皮鞭，扑通一声就滑跪了过去。在白夜张开血盆大口，带着风声扑向我的那一秒，我的职业病压过了恐惧，我闭眼大喊一声：大猫别咬！接着我的双手立刻捧出了他那颗巨大的虎头，左手顺着颈椎骨一撸到底，右手反手就是一个极其专业的下巴马杀鸡，顺便还熟练地捏了捏他藏在毛里的后颈皮。而原本准备跟我同归于尽的嗜血战神，竟然在我熟练的撸猫手法下僵住了。不仅僵住了，他还变成了呆萌的幼态，连他那双平时警惕竖起的毛茸茸耳朵都舒服地变成了服帖的飞机耳，喉咙不受控制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，狂化值瞬间清零，连他自己都震惊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外星人。叮的一声，我的脑海里响起了天籁之音：恭喜宿主激活神级群聊系统，只要我摸毛茸茸就能释放顶级精神力，治愈一切狂化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这哪是地狱开局，这明明是我的统治区啊！就在我抱着虎头像吸猫薄荷一样狂吸，甚至打算扒开看看它的粉色肉垫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我摇摇欲坠的木门被直接踹飞了。我的另外2个兽夫狼星和胡玉带着满身伤痕视死如归的冲了进来。你以为他们是来救我的？错，他们是听到屋里的动静，以为我又发明了什么变态新招数，正在把白夜抽筋剥皮，所以准备跟我拼命了。狼星手里捏着一块磨尖的铁片，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孤狼。胡玉那妖娆俊美的脸上带着决绝的冷笑，手里甚至藏着准备跟我同归于尽的药粉。然而当他们看清屋内的画面时，全都傻眼了。那个被他们恨之入骨的恶毒雌性正盘腿坐在地上，而他们高冷的战神大哥白夜正四脚朝天，一脸屈辱却又享受地把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，看着这一狼一狐，一个充满野性少年感，一个妖孽腹黑类智杀，虽然长在我的审美点上疯狂跳舞，但他们身上的杀气是真的能冻死人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立刻举起双手，以光速再次认怂：各位大哥别动手，都是误会，以后我给你们做饭、洗衣服、梳毛，绝对不打你们了，行不行？胡玉眼角泪痣微微一颤，冷笑出声：你连烧个水都能把木屋点了，说要给我们做饭，我看你是想直接在饭里下砒霜毒死我们吧。狼星更是直接亮出了獠牙，护在白夜身前：毒妇，你到底对白夜哥哥施了什么妖术？毒妇，你到底对白夜哥哥施了什么妖术？我看着这仨被害妄想症晚期的大佬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行，不信是吧？老娘今天就让你们这帮乡巴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现代美食的降维打击。为了保命，我连夜把原主那些带刺的鞭子、铁链全扔进了灶坑当柴烧。从今天起，恶毒女配查无此人。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满级、神级群聊拥有者，金牌宠物饲养员苏小小。想要征服野兽，首先要征服他们的胃。知道这帮野生大佬平时吃什么吗？硬邦邦的生肉。我直接掏出我的看家本领，五花肉在石板上烤得滋滋作响，大骨头汤熬的奶白醇香。我还偷偷撒了一把系统商城换来的灵魂孜然和辣椒面，香味飘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清晰地听到3个战神的肚子里同时发出了如雷鸣般的咕噜声。但是这仨货警惕心极强，以为我在肉里下了什么奇怪的毒药，一个个恶狠狠地看着我，甚至还当着我的面嘀嘀咕咕。胡玉那只骚包红狐狸极其嫌弃地捂着鼻子，狭长的狐狸眼里满是算计。闻到了吗？这股刺鼻的异香，绝对是黑市新出的奇怪药粉。这毒妇肯定是想把我们的兜米鱼，好把我们的皮毛做大衣。狼星一听，气得头顶的狼耳朵都炸毛了，他龇着牙，压低声音，像头护食的恶犬一样放狠话：我就知道他突然下跪没安好心，这肉上的红色粉末肯定是剧毒的药草。白夜哥哥，一会儿他要是敢逼我们吃，我拼着最后一口气
也得先跳过去咬断他的大动脉。而作为大哥的高冷战神白夜，则是极其高傲的冷哼了一声，他那双猩红的树瞳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烤肉，喉结明明在疯狂上下滚动，嘴里却说着最硬的话：都屏住呼吸，别中了他的迷魂香。都屏住呼吸，别中了他的迷魂香。今天本战神就算是饿死在这儿，从这悬崖上跳下去，也绝不吃这毒妇的一口东西。听着他们嘀嘀咕咕，宁可咽口水也不肯张嘴。我无语的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行，不信是吧？我二话不说，抓起一把烤得滋滋冒油的五花肉，当着他们的面自己先狂炫了3大串。5分钟后，试探性咬下第一口的高冷白虎，瞬间眼瞳地震，加快了咀嚼的速度。真香！狂野的银狼、狼星连骨头都没吐，直接嚼碎了咽下去。最后这俩绝世凶兽为了抢锅里最后一块大骨头，差点在院子里现出原形打起来。饭馆饱了，接下来就是我单方面丧心病狂的吸大猫。吸血狗时间，一开始他们对我的咸猪手严防死守，我一靠近，白夜就冷着脸低吼：滚开，别碰我。结果呢，我反手直接拿捏脖子后面的软肉，再来个全身顺毛。上一秒还准备抽我的尾巴，下一秒竟然缠住了我的手腕，眼神都舒服的眯了起来。他眯着眼偷看着我，我又是一个全身撸毛。他那冷酷的喉咙里绷不住发出撒娇一般的呼噜声。还有那个小狼狗狼星，前一秒还龇着獠牙警告我，再碰我一下，咬断你的脖子。后一秒被我摸到下巴的后，这头凶残的荒野孤狼直接吧唧一下软倒在地上，2只前爪不受控制的在空中疯狂踩奶，甚至还把毛茸茸的肚皮主动翻出来让我揉。受试的人都吃这么好吗？这谁顶得住啊？最难搞的是那个骚包红狐狸胡玉，这货心眼子比莲藕还多，智商极高，每天用防贼的眼神盯着我。我在锅里撒点盐，他说我下毒，我对着白夜笑一下，他说我在施展什么邪恶的巫术。我对着白夜笑一下，他说我在施展什么邪恶的巫术。他甚至天天躲在房梁上监视我，那9条大尾巴摇得像个雷达。行，高智商腹黑男是吧？敬酒不吃是罚酒是吧？直到有一天半夜，我趁他睡着，偷偷摸到了他的床边，看着那9条毛茸茸的大尾巴，我身为重度绒毛控的 DNA 狠狠动了。我直接使出了现代宠物美容师对付狐狸的终极手法，左手顺着他的脊椎骨一路往下疯狂马杀鸡。狐玉猛地睁开眼睛，刚想杀气腾腾地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我的右手精准拿捏他的耳根子，疯狂揉搓。堂堂狐族大佬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软在我怀里，小脸涨得通红，连尾巴尖都羞得蜷缩了起来。他死死咬着嘴唇，竟然发出了一声极其羞耻的音，我当场笑疯了。搞半天，堂堂狐族大佬，商会幕后黑手，竟然是个碰一下耳根子就浑身发软的敏感肌。从那天起，天天防贼的狐玉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每天半夜化成狐狸原形，偷偷用9条尾巴诱惑我的心机男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这群原本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的凶兽，画风彻底跑偏了。这群原本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的凶兽，画风彻底跑偏了。曾经连碰一下都要杀我的高冷战神白夜，现在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砰的一声巨响，一头比3层小楼还高的变异野猪被他徒手砸在我家院子里。他冷着一张俊脸，变成幼兽跳进我怀里，耳朵红的滴血。猎物给你，今天可以多摸摸吧。狼星更是把双标绿茶发挥到了极致，上一秒还在部落门口把挑衅的兽人撕得血肉模糊，下一秒就一瘸一拐地扑进我怀里，变成了幼兽。他眼泪汪汪地指着自己大腿上一道连皮都没破的红印子。姐姐，白夜哥哥打猎太粗鲁了，吓到我了。不像我只会心疼姐姐，要姐姐亲亲抱抱才能好。狐玉就直接不装了，9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卷着10几个兽皮袋的极品宝石，哗啦啦全砸在我面前。他狭长的狐狸眼疯狂放电，以后兽市最大商会的金库归你，你归我，谁敢让你干活，我拿钱砸死他。看着这3个顶级帅哥天天在我面前争风吃醋，疯狂内卷，部落里的绿茶圣女米娅酸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这天，她趁我的3个战神老公出去打猎，直接花重金引来了一只重度狂化的流浪堕兽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我的屋顶直接被掀飞了。一只体型庞大的变异巨熊，身上带着斑驳的暗色纹路，出现在我面前。那巨大的爪子带着风声，直直朝我挥来。直直朝我挥来，米娅躲在门外，笑得五官扭曲。苏小小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给我撕碎它！千钧一发之际，处于濒死状态的我，脑海里的群聊系统被动防卫彻底拉满，我吓得破音，闭着眼睛大吼一声：“都给老娘趴下！”一圈极其耀眼的白光瞬间以我为中心炸开，
照得整个部落亮如白昼。那只上一秒还要吃我的八眼巨熊，吧唧一声缩小成熊猫幼崽，它极其丝滑的在空中转了个身，然后四脚朝天，重重的砸在我的脚边。紧接着，它蹭了蹭我的脚丫，竟然夹着嗓子发出了一声嘤嘤嘤，甚至还把毛茸茸的大肚皮主动翻出来，两只前爪拍着圆乎乎的肚子向我讨摸摸。门外等着看我被分尸的米娅笑容瞬间凝固，下巴当场脱臼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可是六亲不认的高阶堕兽啊！我毫不客气地蹲下，摸了把小熊软绵绵的肚皮上。小熊不仅没生气，还极度配合地拿脑袋蹭我的手。我走过去，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，把米娅扇得原地转了3圈半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老娘不仅不杀生，老娘还是这片大陆活着的巨型猫薄荷。这一战直接把我送上了兽师热搜榜第1名。我苏小小 S 级绝对治愈力的名声，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大陆。原本那些以为我必死无疑的部落兽人们，全都在我家那摇摇欲坠的废墟门前跪碎了膝盖。部落首领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，连夜召开部落大会。他甚至不顾我那3个战神老公想要杀人的眼神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扑通一声抱住了我的大腿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扑通一声抱住了我的大腿。苏小小大人，您的治愈力竟然是传说中绝无仅有的 S 级。我们部落每天都有雄性因为狂化而爆体身亡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大家吧！只要您愿意出手安抚，您就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想到每天可以摸到的不同的毛茸茸，做必须做。于是我大手一挥，直接征用了部落中心最大的移动石屋，连夜让人打造了10个特大号的豪华猫爬架，还有滑滑梯、跷跷板等，直接变成了幼崽动物园。门口挂上小小精神力诊所的木牌，隆重的进行了开业剪彩仪式后，就正式营业了。结果就是我的后宫啊，不，我的私人诊所彻底炸了。方圆500里，什么深山里的狂暴大佬，荒野里的绝世凶兽，甚至隔壁部落嚣张跋扈的纯血霸总，全连夜扛着铺盖卷，带着全部身家来倒贴了。每天早上我一开门，好家伙，左边是叼着极品灵草，摇着尾巴求我摸一下耳朵的黑豹族长，右边是举着装满纯金宝石的箱子，跪在地上求我挠3分钟下巴的血尸首领。为了能插个队，这群平时一言不合就屠城的大佬们，竟然在我的诊所门口大打出手，打得满地都是昂贵的兽毛。我硬生生把异世界惊险求生完成了流水线宠物美容院。我坐在纯金打造的老板椅上，左手施展猛兽顺毛术，安抚一只即将狂化的双头巨鹰，右手使出灵魂马杀鸡，捏得一头重伤的犀牛舒服的直哼哼。我的3个老公也没闲着，全被我抓来当了保安兼前台收银员。白夜冷着脸在门口维持秩序，排队，不排队的取消某某资格。狼星拿着个破碗在门口收挂号费，谁敢少给1块零食，他就呲牙。胡玉则拨着他的金算盘，笑得像个奸商。VIP 年卡办理，请到这边，充值1万零食，赠送女主人全身梳毛服务1次。一天下来，我的手都快盘包浆了，累得我感觉身体被掏空。看着堆积如山的枕巾，我痛并快乐着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，我明明是来狗命的，怎么一不小心就干成了寿氏福布斯富豪榜第1，还变成了最惨且最有钱的打工人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正准备挂上今日打烊的牌子，诊所门口轰的一声砸下了一个浑身冒着黑烟的黑袍男人。诊所门口轰的一声砸下了一个浑身冒着黑烟的黑袍男人。好家伙，那致命的高阶瘴气直接把我家门口的绿植瞬间熏死了。他一睁眼，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，险些把半个部落的屋顶给掀飞。白夜狼星胡玉3个顶级战神如临大敌，瞬间兽化，死死挡在我面前。胡玉咬着牙，浑身戒备地告诉我，这是中央部落失踪的暴君黑龙傲天。家人们谁懂啊？这可是真的龙啊！据说他一个喷嚏能引发海啸，一尾巴能扫平一座山头，那种纯血大爹。下一秒，傲天竟然顶着3人的威压瞬移到我面前，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。他那双猩红的龙眼死死盯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且变态的冷笑。如此甜美的精神力，女人，我要把你一口吞了！女人，我要把你一口吞了！骨头都不剩。但是作为一个连续加了1个月班，手都快盘脱臼的社畜，真的是一点就炸。老娘管你是不是龙，敢在下班时间砸老娘的场子！我反手抓起旁边的一把梳毛铁刷，用尽吃奶的力气，啪的一大逼兜拍在黑龙的脑门上。吞你大爷！敢砸我的饭碗，给我变小！奇迹就这样离谱的发生了。那条不可一世的暴君黑龙，在我这破防的一巴掌下，眼里的猩红瞬间消散，
头顶仿佛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紧接着，砰的一团白烟升起，他不仅没发怒，反而委屈巴巴的变成了一条拇指大小的呆萌小蛇。这还不算完，他竟然极其不要脸的顺着我的胳膊爬上来，死皮赖脸的缠在我的手腕上，首尾相连，给自己当起了一个冰凉凉的真皮手镯挂件。这下完了，家里多了一条龙，这货哪是什么毁天灭地的绝世凶兽啊，这明明是一条厚颜无耻的赖皮蛇。我的3个兽夫彻底炸毛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我家都在上演4个男人跨物种的斗争。白夜刚把我抱进怀里，准备让我顺毛，傲天就化成小黑蛇往我衣领里钻，冷得我直哆嗦。狼心气的天天在厨房磨刀，想拿傲天泡药酒。胡玉就在旁边出馊主意，连夜翻菜谱研究怎么炖龙凤大补汤。我每天夹在虎啸、狼嚎、狐狸叫和龙吟之间，感觉自己像个快被逼疯的动物园园长。可这欢乐的鸡飞狗跳，没过几天，米娅那个阴魂不散的绿茶又搞事了。他眼看明着打不过，竟然勾结黑市的黑暗势力，高价买来了一种能瞬间融化雌性精神力的剧毒，偷偷下在了我的专属水壶里。我刚喝下一口，脑子就像扎进了1万根生锈的钢针，精神力瞬间枯竭。我当场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黑血，两眼一黑，昏死过去。完了，天塌了！失去我精神力的镇压，加上那诡异毒药在空气中的催化，我的4个绝世兽夫眼睛瞬间红得滴血，同时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深度狂化。4大顶级战神同时暴走，恐怖的死亡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部落。白夜的虎啸震碎了方圆3里的玻璃，狼性的爪风把村口的石狮子直接削成了切片面包。傲天更是化作万丈巨龙，在天上无差别的喷射地狱黑炎，周围的兽人们吓得连夜扛着火车跑路，血都跑掉了一地。这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地狱级屠杀危机。而彻底丧失理智的白夜，凭借着野兽嗜血的本能，闻到了屋里我虚弱的气息，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狂暴虎啸，猛地撞碎墙壁扑了进来。他那比刀刃还要锋利的虎爪在失控中朝昏迷的我挥来，极其无情的狠狠劈了下来，在刀锋离我脖子只有 0.01 公分，我脑海里的系统发出了极其刺耳的红色防空警报。滴滴滴，检测到宿主生命垂危，即将嗝屁。为了保住本桶的年终 KPI， 传说级、领域级群聊已强行破防觉醒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不仅身上的毒素被系统瞬间清空，我整个人直接轰的一声化身成了一个光芒万丈、自带圣母光环的巨型人形小太阳，或者说我变成了一颗行走的巨型猫薄荷。极其纯粹的光芒带着毁天灭地的治愈力，瞬间覆盖了方圆10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前一秒还张牙舞爪，准备把整个大陆夷为平地的4个狂暴大佬，在这道物理超度级别的光芒照耀下，嗷呜一声，全都被强行按了暂停键。他们眼里的猩红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清澈的愚蠢和极致的后怕。看到我脸色苍白地坐在废墟般的床上，脖子边还有几根被爪风削断的头发。4个顶级战神瞬间破大防了，他们连滚带爬地冲过来，瞬间变成4只萌萌的毛茸茸，紧紧抱着我，哭成了一团。堂堂战神眼泪鼻涕横流，边哭边往我怀里猛蹭，嘴里嗷嗷叫着求原谅，差点没把我重新送走。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，被他们沉重的身躯压得差点没喘过气来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没被毒药毒死，没被狂化的大猫一爪子劈死，结果竟然差点被这4只巨型嘤嘤怪用一身的软毛给活活捂死啊！至于那个花了血本买毒药的米娅，被我那小太阳光芒这么一照，不仅驱散了全场的狂化瘴气，还自带超级紫外线显影功能。米娅藏在指甲缝里的毒药残渣，在这光芒下发出了刺眼的绿色荧光，简直写着凶手就是我的名号，铁证如山。前脚还天天把他捧上天的部落兽人们，瞬间怒气直拉满。好你个毒妇，竟然敢暗算我们全村的救命稻草！这帮平时淳朴的兽人直接不讲武德了，冲上去就把他按在地上摩擦，不仅扒光了他那套引以为傲的纯金圣女套装，甚至连他头上的3根孔雀毛都给薅秃了。米娅最后连个屁都不敢放，顶着个地中海发型，像只丧家之犬一样被永远驱逐出了领地。而我在这场治愈奇迹之后被彻底封神了。
在这场治愈奇迹之后，被彻底封神了。如果说以前我只是个名气很大的高级宠物美容师，那现在我直接变成了自带圣光、能起死回生的全能菩萨。消息传出去不到半个时辰，好家伙，周边几十个部落的那些糙汉首领们，鞋都顾不上穿，连夜徒步狂奔。他们生怕晚来一步，我这尊大佛就被别人抢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打着哈欠推开门，差点没被眼前的阵仗给直接送走。我家诊所门前那片几千平米的空地上，黑压压的跪了一大片，密密麻麻的，全都是身高2米以上的肌肉猛男和各种绝世凶兽。他们手里举着的贡品那叫一个离谱，左边一排举着比我还高的大红薯，右边一排抬着刚打回来的还冒着热气的七彩祥云鹿。最前面那个隔壁部落的霸道首领，竟然双手捧着一块能闪瞎眼的祖传夜明珠，膝盖跪得梆梆响。苏小小神女，请收下我们的膝盖，以后您指哪我们打哪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看着这帮把自己当神仙拜的大佬们，整个人都麻了。我坐在胡玉连夜给我打造的纯金太师椅上，看着这漫山遍野的信徒，太爽了，这才叫真正的站着把钱挣了，顺便还把全世界的极品毛茸茸全给盘圆润了啊！但这还不够，作为吃过现代职场大饼的资深打工人，我的目标可是星辰大海。为了彻底解决这片大陆3天2头就狂化的瘴气源头，我连夜打包行李，带着我那浩浩荡荡的 S 级毛茸茸男团，直接杀向了全兽市权力中心的中央王城。你敢想象那个牌面吗？巨型变异白虎给我开路，疾风银狼驮着我的行李，九尾红狐拿着金算盘给我当提款机，手腕上还缠着一条暴君黑龙给我当真皮手链。结果刚进城，王城大门口站着一排鼻孔快翘到天上，恨不得用下巴看人的贵族雌性，他们手里摇着金丝羽毛扇，翻着卡姿兰大白眼，捂着鼻子嫌弃地对着我指指点点。哟，哪来的乡巴佬，隔着3条街都能闻到一股穷酸的泥巴味儿。为了彰显他们高贵的王城户口，这帮大姐竟然开始当街斗兽。他们洋洋得意地牵出了一排号称王室特供、血统纯正的定制兽夫，什么毛发做过锡纸烫的紫炎狂狮，什么脖子上戴着大钻石项链的独角飞马，一个个高昂着头颅，鼻孔里喷着傲慢的粗气。对付这种绿茶炫妇女，老娘连嘴都懒得还。我只是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，顺便伸了个懒腰。这极度放松的动作让我从指缝里不小心露出了一丝丝我那满级 S 级堪比十全大补汤的顶级安抚信息素。前一秒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高级兽夫们，刚闻到空气中这股味儿，鼻翼猛地一缩，原本高傲目空一切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澈且痴狂。刚才还高高在上的紫炎狂狮和独角飞马，像一群800年没吃过饱饭的脱缰二哈，连滚带爬争先恐后的冲向我。那匹带着大钻石的独角飞马更是离谱，竟然直接凑上前来，发出亲昵的低鸣声，全场瞬间死寂。所有的高等猛兽全变成了毫无底线的终极哈巴狗。那排贵族雌性脸上的粉底当场碎了一地，下巴都差点脱臼，领头的伯爵夫人更是吓得尖叫破音，像个疯婆子一样直跳脚。逆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的贵族礼仪呢？给我滚回来！皇城圣女林苏苏一看这场面，脸都几度绿了，她眼珠子骨碌一转，捏着嗓子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夹子音，跑来跟我说，听说我是有名的 S 级治愈师，地下禁地里有一只受了重伤的毛茸茸，是只嘤的绝版超可爱小灵兽，我能不能过去安抚一下？作为重度毛绒控，我这 DNA 当场就动了啊！二话没说，拎着我的医疗箱就跟着他往里冲。结果刚踏进地宫大门，轰隆一声巨响，重达万斤的石门瞬间落下，我被困在了石室里。圣女在门外笑得得意，蠢货，里面全是高浓度的危险瘴气，你就等着被彻底吞噬吧。这里的瘴气浓得都发黑了，随便吸一口就能送走10个壮汉。但我深吸了一口气后，整个人竟然精神抖擞，甚至还想原地劈个叉。对我这个满级群聊系统来说，这哪是18层地狱的毒气室，这明明是免费的高级精油汗蒸，外加全套灵力大保健的顶级 SPA 馆啊！我像是在三亚沙滩上度假一样，不仅不跑，还极其嚣张地在禁地里溜达起来。我张开双臂，把那些致命的黑色瘴气当成巨型珍珠奶茶，吸的那叫一个干干净净，酣畅淋漓，甚至连我熬夜长出来的黑眼圈都给吸没了，皮肤嫩得能掐出水。等周围的黑雾全部散去，我拐了个弯，惊天大瓜直接砸我头上了。
我拐了个弯，惊天大瓜直接砸我头上了。我竟然在禁地最深处看到了堆满瓶瓶罐罐、炮、捉各种小动物标本的秘密地下基地，而操作台前正站着一个穿着沾血白大褂的干瘪老头，正背对着我，疯狂调制着黑色的毒药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顺手拿起了桌上的一本高阶瘴气提纯实验日志。作为曾经每个月都要帮老板贴发票的资深社畜，我的目光瞬间锁定在了日志底下夹着的一叠极其眼熟的纸上。好家伙，竟然是一沓购买黑市毒草公款报销单，而报销单的右下角明目张胆地盖着一个红色的防伪大印，中央王城至高大祭司财务专用章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就在这时，听到翻书声的老头猛地回过头，是在王城里道貌岸然的大祭司。原来这老登就是制造全大陆瘴气，导致无数兽人狂化的终极幕后黑手。这老头看到我不仅没死在毒瘴里，反而像逛超市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手里还捏着他的贪污报销单。他那张老脸瞬间扭曲，眼底闪过一丝极其阴毒的杀意。大祭司推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发出一声反派标配的桀桀冷笑。既然你这只小老鼠命这么大，那就留下来当我的完美实验体吧。话音刚落，他猛地一拍面前的操控台，轰隆几声巨响，地下室四周的4个巨型营养罐瞬间炸裂。4只高达5米，浑身插满管子，流淌着绿色毒液的缝合生化剁兽咆哮着冲了出来。好家伙，这老登竟然把狮子的头、毒蝎的尾巴和巨蟒的身体缝在了一起，那扑面而来的恐怖威压和腥臭味，足以把10个成年兽人瞬间撕成碎片。4只生化巨兽张开血盆大口，从4个方向朝我猛扑过来。大祭司在玻璃罩后笑得极其猖狂，尝尝我耗费10年心血培育的最高杰作吧，给我把它嚼碎。对付这种毛都没长齐的变异怪，我连躲都没躲，顺手抄起桌上一把半米长的特大号试管刷，迎着冲在最前面那只狮头怪的下巴，极其精准地来了一套大力刮痧法。同时我体内那满级的治愈光环嗡的一声全功率开启，前一秒还凶神恶煞，准备把我咬成肉泥的究极生化巨兽，被我这试管刷一刮，浑身的绿色毒液瞬间被净化成了清澈的矿泉水。他那双猩红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极其娇羞的嘤。紧接着，这只5米高的恐怖怪物竟然极其丝滑的在半空中踩了个刹车，吧唧一声，直接在我脚边翻出了满是补丁的软绵绵大肚皮。另外3只还没冲到跟前，闻到了我身上那浓烈的进化猫薄荷味，连挣扎都没挣扎一下，齐刷刷的扔掉毒蝎尾巴，像3只巨型修狗一样排着队吐着舌头向我疯狂摇尾巴。大祭司的笑声瞬间卡在了喉咙里，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的最高杰作怎么会变成狗？他彻底破防了，猛地扯掉白大褂，露出干瘪胸口上的一颗黑色晶石。他举起一根镶嵌着黑骷髅的法杖，一道黑色的激光滋啦一声正中我的脑门。然而那道能把石头化成灰的死光打在我的满级绝对防御上，不仅连我的一根头发丝都没烧掉，反而像给我做了一个高强度的光子嫩肤。我摸了摸变得更加水润透亮的脸颊，甚至还舒服地打了个饱嗝。老登，你这激光热玛吉的度数不行啊，还有点低血糖，没吃饭吗？这下大祭司的心理防线彻底碎成了渣渣。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抓起桌上那本厚厚的记满罪证的实验账本，像拍板砖一样极其清脆的直接糊在了大祭司的那张老脸上。白天在上面装神弄鬼，晚上在下面拿毛茸茸搞生化实验是吧？今天你的活阎王来了，准备好在牢里踩缝纫机了吗？大祭司被我这一账本拍得金丝眼镜碎了一地，他捂着肿成猪头的脸，连脸上的鼻血都顾不上擦，就连滚带爬地退到墙角，发出了如野兽濒死般的绝望狂笑。哈哈哈！既然你毁了我的心血，那今天你们全大陆都给我陪葬吧！他用沾满鲜血的手一巴掌狠狠拍在了一个红色骷髅机关上，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下，这老疯子直接按下了准备已久的终极毁灭计划——灭世兽潮。轰隆隆，整个王城的大地疯狂颤抖，仿佛爆发了10级大地震。整整10万头彻底失去理智的堕兽，如同一座座移动小山，从地底冲出来，瞬间包围了整个王城。天空都被黑压压的兽群彻底遮蔽，连太阳光都透不进来一滴。王城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精锐军队，在10万兽潮面前，就像一群脆皮小鸡仔，连10秒钟都没撑住，瞬间全线溃败，哭爹喊娘。而昨天还嚣张跋扈的皇城圣女，她为了稳住自己救世主的人设，她举着法杖，试图用她那点可怜的甚至不如静电强的精神力去安抚兽群。
去安抚兽群。一只最普通的小喽啰野猪剁兽，满脸嫌弃的打了个响鼻，猛然就是一个沉重的撞击，最后吧唧一声，精准无误的掉进了王城最臭的泔水猪圈里。贾圣女当场吓尿了，和几头老母猪滚作一团，咔嚓一声，护城结界彻底碎裂，高耸的城墙轰然倒塌。10万张滴着粘液的血盆大口齐刷刷对准了城内的千万百姓。下一秒，冰蓝色的战神之气，银白色的疾风之力，赤红色的妖狐烈焰，暗金色的暴君龙威，四股足以毁天灭地，代表全大陆最顶级的本源精神力，就像4道逆流而上的银河，毫无保留的疯狂灌入我的体内。冰系统能量过载，宿主实力突破神级。我扭了扭脖子，一跃飞上100米高的城墙最高处，面对城下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吃人的10万剁兽，我不仅没退半步，反而掏出个大喇叭，微微一笑。各位毛茸茸请注意，文明就餐，不要插队，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话音刚落，我双手猛地拍向地面，直接释放了满级群聊大招，万物复苏。轰！乌云瞬间被撕裂，整个战场上空下起了一场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纯粹精神力大雨。紧接着，那10万只前一秒还要撕碎一切的凶残剁兽，在临到金雨的瞬间，全部踩了急刹车。他们眼里的红光刷的变成了布灵布灵的星星眼。随后10万张深渊巨口里，竟然齐刷刷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呼噜呼噜声。在王城千万百姓惊恐到灵魂出窍的目光中，10万头体型庞大的食人凶兽扑通扑通集体倒地，变成一个个呆萌模样。他们四脚朝天，极其丝滑的躺平，集体翻出了软乎乎的大肚皮，在战场上疯狂扭动着，向我讨摸摸。原本准备欣赏王城变成人间地狱的大祭司，死死盯着城下这个10万规模的巨型猫咖。他捂着胸口，指着我，你了半天，最后噗的一声，喷出3米高的老血，直接气得原地去世。危机？什么危机？这不过是我这个宠物美容师的日常查房罢了。全场死寂了整整1分钟后，王城的百姓们终于反应过来了。什么圣女，什么大祭司，统统见鬼去吧！几10万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，高呼声震破云霄。就这样，我一个天天被老板压榨的现代社畜，踩着10万只翻肚皮的毛茸茸，被直接原地加冕为全兽市唯一的女皇陛下。你以为当上全兽市唯一的女皇，就能每天吃香喝辣，爽到飞起？大错特错！我算是看透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高危职业。精力旺盛，天天争风吃醋的顶级战神，登基大典那天，为了争夺唯一正宫王夫的纯金王冠，他们4个差点把我的新皇宫给拆了。傲娇白虎白夜直接横在王座前，冷着脸宣誓主权。我最先被他治愈，按先来后到，正宫只能是我。绿茶银狼狼星立刻红了眼眶，故意把白夜挤开，夹着嗓子往我怀里钻。姐姐，你看他多凶啊！不像我当个倒贴的测试也行，只要能天天伺候姐姐洗脚。腹黑红狐胡玉冷笑一声，直接掏出一沓地契砸在百官脸上。我出资包揽帝国未来100年的国库开销，这正宫的位置我买断了。最离谱的是暴君黑龙傲天，他直接在皇宫顶上盘旋，鼻孔里直喷火星子。谁敢抢第一，老子现在就把他烤成8分熟。谁敢抢第一，老子现在就把他烤成8分熟。看着被他们轰塌的半面宫墙，我气得血压狂飙，一巴掌拍在纯金龙椅上，都给老娘闭嘴！争什么争？以为这是在超市抢鸡蛋吗？从今天起，135、246，给我按规矩排班。白夜不服气的捏紧拳头。那星期天呢？我冷笑一声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星期天是法定休息日，你们4个全给我变成毛茸茸的原形，躺在床上让我吸个痛快。就在我以为定下规矩，终于可以过上没羞没臊，每天被帅哥环绕的幸福生活时，一个猝不及防的史诗级意外降临了。我最近总是极度嗜睡，闻到肉味就疯狂干呕，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4个男人以为我又中了什么新型剧毒，白夜红着眼，差点把御膳房的厨子给活撕了。全兽市最权威的巫医被他们连夜从被窝里拎出来，抖得像个鹌鹑一样给我把脉。刚搭上我的手腕，巫医的脸色瞬间大变，扑通一声，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。他头磕得像缝纫机一样，连声音都在劈叉。女皇陛下，您没中毒，您是怀了4个不同纯血气息的崽崽呀！全场瞬间死寂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上一秒还杀气腾腾，准备屠城的4个战神大佬，在听到这句话后，瞬间全员石化，变成了手足无措的傻爹。白夜同手同脚地走到床边，连手往哪儿放都不知道了。狼心激动的原地变成银狼，追着自己的尾巴
狂转了80拳。不可一世的黑龙傲天，甚至因为太震惊，忘记了怎么控制法力，直接从半空中脸朝下砸在了地板上。从那天起，我迎来了长达10个月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待产生活，你敢信吗？高冷杀神白夜竟然收起了他那削铁如泥的虎爪，坐在床边，小心翼翼地给我剥葡萄皮。凶残孤狼狼星直接化作巨型毛绒地毯，24小时恒温垫在我脚底下，生怕我着凉。首富胡玉更离谱。每天拿着厚厚的帝国财报，对着我的肚子进行硬核胎教。崽崽们听好，这几座金矿以后都是你们的。傲天干脆充当了人工天气控制器，我嫌热它就下雨，我嫌冷它就喷火供暖。10个月后，寿氏雌性9死1生的生产大关终于来了。我正躺在床上啃着苹果，突然感觉肚子一阵绞痛，紧接着天空降下4道极其刺眼的异象神光，直接把产房的屋顶给掀了。我没忍住，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亮喷嚏。阿 T！ 就在所有巫医准备急救的时候，伴随着4声清脆的啼哭，我竟然一口气把4个神兽幼崽全给喷出来了。但在看到幼崽的瞬间，4个满眼期待的新手奶爸笑容同时僵在了脸上。威风凛凛的巨型白虎生出来的是一只走路摇摇晃晃、只会喵喵叫的蓝眼小白猫。凶狠狡诈的疾风银狼生出来的是一只4脚朝天、嗷嗷乱叫的迷你小哈士奇。倾国倾城的9尾红狐生出来的是一个连眼都睁不开的红色胖毛球。至于那条能毁天灭地的暴君黑龙，生出来了一条黑色的小泥鳅。我看着床上这4只懵懂的奇葩小神兽，再看看床边4个1米9几、眼泪汪汪的战神奶爸，我噗嗤一声笑出了声。行吧，这哪里是生了个神兽天团，这明明是给我这个宠物美容师生了个终身 VIP 豪华大礼包啊！你以为当妈了就能母慈子孝、岁月静好？大错特错，这4个小祖宗简直是披着蒙雾外皮的皇家拆迁办，而且生来就自带神级血脉，满级战力拉得比他们爹还满。看看这辉煌的战绩，小白虎打个充满奶香的饱嗝，直接把纯金王座震出了3条大裂缝。小银狼完美继承了哈士奇的纯正血统，把狼星珍藏的极品古刀当磨牙棒啃成了渣渣。小红狐毛都没长齐，竟然无师自通了高级精神魅惑，把前朝老臣的养老金全骗来给我买糖葫芦。至于那条长得像黑色泥鳅的小黑龙，一个喷嚏喷出3昧真火，直接把御膳房总管的眉毛烧成了灰烬。更搞笑的是，我的4个战神老公惊恐地发现，自己的家庭地位彻底迎来了断崖式下跌。曾经他们为了争夺我的摸摸拳大打出手，现在4个毛茸茸的小团子天天像树袋熊一样挂在我身上。他们4个1米9几的壮汉连我的一片衣角都摸不到。于是父慈子孝的宅斗大戏开始了。高冷杀神白夜彻底不要脸了，大半夜拎着小白虎的后颈皮像扔垃圾一样嗖的丢出门外。他反锁上房门，霸气宣告：小兔崽子，今晚妈妈是我的，你给我在树上睡。结果刚一转头，小白虎不仅没哭，反而利用神级空间瞬移，早就安详地趴在我的头顶上打起了呼噜。白夜气得差点咬碎后槽牙。绿茶银狼狼心更绝，竟然碰瓷自己的亲儿子。他捂着被小哈士奇咬了一口的大腿，眼泪汪汪地往我怀里钻。姐姐你看他针对我，好疼啊！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一脚踹过去。少装蒜，他连牙都没长齐，那深深的牙印明明是你自己咬的。就在我天天被烦得想离家出走的时候，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。当年那个掉进深渊本该死透了的假圣女竟然没有死，她跟深渊里最肮脏的瘴气魔兽强行融合，变成了一个半人半魔的丑陋怪物。她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的4个兽夫在院子里开会商量怎么对付亲儿子的时候，一把将熟睡的4只神兽幼崽全抓走了。她甚至嚣张的在我的床头留下了一封用黑血写的挑衅信。苏小小想要你的幼崽活命，就一个人来深渊领死。看到血书的那一刻，我彻底怒了。老娘辛辛苦苦养的白白胖胖的幼崽，平时连掉一根毛我都心疼半天，你一个长得像车祸现场的丑八怪也敢动我的心肝宝贝。我一脚踹碎了床板，直接从床底拖出那套落灰的女王战甲穿上，扛起我的特制大铁锤。门外的4个战神老公更是双眼通红，恐怖的杀意直接把皇宫上空的云层都搅得粉碎。敢动我儿子，老子今天就把深渊填平。我们一家5口带着毁天灭地的怒火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杀到了深渊。原本以为会看到一幅母子连心、幼崽被惨无人道折磨的虐心画面，结果当我们一脚踹开深渊魔窟的大门时，
结果当我们一脚踹开深渊魔窟的大门时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幼崽哭泣声，反而传来了一阵极度崩溃、声嘶力竭的惨叫。只见米娅那只号称能吞天噬地、长着3个脑袋的地狱级魔兽坐骑，此刻正被我的4个好大儿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小白虎一爪子拍断了魔兽的一颗毒牙，当玩具在地上踢。小银狼完美发扬了拆迁办精神，一口咬住魔兽的尾巴，死命往后拽。小红狐则不知道从哪搞来一把火把，正笑眯眯地烤着魔兽的大腿肉。最离谱的是那条小黑龙泥鳅，竟然从鼻孔里喷出2道细细的龙息，硬生生把魔兽身上那层刀枪不入的黑鳞烧成了一片片漆黑的爆米花。这只威风凛凛的深渊大 BOSS， 硬生生被这4只还没断奶的幼崽折磨成了一只瑟瑟发抖、一毛不剩的秃毛鸡。米娅整个人都气疯了，披头散发的挥舞着鞭子。我要把你们全杀了。他眼看打不过几个奶娃娃，直接红着眼启动了深渊最底层的上古灭世大阵，企图引爆整个大陆的瘴气核心，跟我们全家同归于尽。轰隆隆，深渊开始剧烈坍塌，无数黑色的怨灵从地底涌出。我冷笑一声，甩开白夜护着我的手，一脚踹飞了一块砸下来的巨石。米娅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打扰老娘回家撸毛茸茸的退休生活。我整个人瞬间升入半空，闭上双眼，将脑海中已经过载的神级群聊系统能量与我自身的灵魂彻底融合。圣光普照全自动吸尘器模式给我开。刹那间，一股比太阳还要耀眼10000倍的白光从我体内轰然爆发。这道光芒不仅没有伤害任何生物，反而像一台巨大的强力吸尘器，疯狂净化着深渊里所有的绝命瘴气。那些黑色的怨灵在接触到白光的瞬间，竟然发出了一声极其舒服的叹息，然后微笑着消散了。至于站在阵眼中央，笑得五官扭曲的米娅，她甚至连一句惨叫都没来得及喊，就在这极度温柔的治愈圣光中，身影消散于光芒之中。叮，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：恭喜宿主，全大陆瘴气源头已彻底清除，世界迎来永久和平。光芒散去，原本终年不见天日、恶臭熏天的深渊，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内长出了漫山遍野的鲜花和绿草，变成了一个鸟语花香的绝美山谷。战斗结束，我的4个战神兽夫瞬间变回毛茸茸，撒着欢儿的冲过来，4只神兽幼崽也吧唧吧唧的围着我的腿转。危机解除了，我干脆利落的站在深渊口，对着全大陆宣布了我的终极退休计划。从今天起，老娘不干了。王位给你们几个部落首领轮流坐庄，谁也别来烦我。我拍拍屁股，在一群老臣撕心裂肺的挽留声中，头也不回的回家了。作为一名前社畜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提前退休啊！瘴气被解决后，全大陆举城欢庆。我的4个绝世兽夫用尽了全兽市最奢华的极品宝石和绫罗绸缎，为我补办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大仪式。漫天花瓣飞舞中，我穿着绝美的真丝礼服，坐在铺满柔软兽皮的喜床前。门外4个名震大陆的顶级战神，为了争夺谁来主持而决斗，没有拔刀相向，也没有恐吓，而是用了一种极其原始、极其公平、极其让人跌破眼镜的决斗方式。白夜，你作弊！你出石头怎么还带虎爪呢？狼精，你少废话！老子的9条尾巴今天非把你这破布出剪刀给包起来！听着门外传来的激烈争吵声，石头剪刀布，我无语的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随后却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低下头，看着脚边打着整齐呼噜的4只小神兽，满足的叹了口气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在兽市功成名就，准备安享晚年的时候，我那个经常短路的神级群聊系统居然打了个惊天动地的饱嗝。丁检测到空间裂缝，随机传送开启。白光一闪，我连人带着正在给我捏腿、剥葡萄、扇扇子的4个战神，吧唧一下，直接从几万平米的兽氏皇宫掉进了一个充满80年代复古风的50平米2居室里。我揉了揉被摔疼的屁股，一抬头对上了一双瞪得像铜铃一样大、充满震惊，手里还捏着半把瓜子的眼睛。我亲爱的现代老妈正坐在红木沙发上，看着电视里的《非诚勿扰》，而她的宝贝女儿此刻正带着4个身高1.9米几、穿着奇装异服、浑身散发着荷尔蒙和杀气的极品帅哥，凭空砸在了他家的茶几前。老妈手里的瓜子哗啦洒了一地，声音颤抖得像拖拉机。小小你没死，你这是哥哪？雇了4个男模在家里玩 cosplay 啊？还没等我这个社畜解释，高冷战神白夜第一个站了出来，他那双威慑全大陆的金瞳极其严肃地盯着我妈，然后扑通一声，一个标准的兽氏最高单膝跪地礼，把我家复合木地板砸出了2条裂缝。您就是孕育了小小的伟大母兽吧？我是白夜，
兽氏战神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颗比保龄球还大、散发着刺眼金光的极品兽王内丹，双手奉上。这是我的全部身家，请您把小小交给我。我妈倒吸一口凉气，颤抖着摸了一下内丹。这是最新款的声控感应大圆炮子吗？这是最新款的声控感应大圆炮子吗？就在这时，腹黑首富胡玉直接一屁股挤开白夜，他撩了一下那头骚包的红发，眼角那颗泪痣疯狂放电。胡玉反手打了个响指，9条毛茸茸的红尾巴在身后若隐若现。他直接从随身空间里掏出10几个麻袋，哗啦啦全倒在老妈的脚边。鸽子蛋大的天然圆钻，拳头大的极品红宝石，成吨的纯金砖块，瞬间堆成了一座小山。这点小石头给您拿去打首饰玩，明天我就去把这座城市买下来，给您当后花园。我妈眼珠子都快瞪掉下来了，抓起一块金砖，用力咬了一口，差点崩碎了假牙。我的个乖乖！一看这俩人都在疯狂表现，绿茶修狗狼心极了。绿茶修狗狼心极了，他直接发挥了自己无敌的双标绿茶属性，极其熟练地滑跪到我妈的腿边，伸出那双常年撕裂凶兽的手，极其轻柔地开始给我妈捏小腿肚子。他抬起那双清澈无辜的异色双瞳，夹着嗓子开始发功。他们两个脾气太暴躁了，天天惹姐姐生气，不像我什么家务都会做，什么都听您的，以后我天天给您洗脚按背。我妈这辈子哪见过这种顶级小奶狗攻势，当场被捏得浑身酥软，母爱泛滥。哎呦，小伙子真懂事，长得真水灵啊！而站在最后面的暴君黑龙傲天冷哼了一声，满脸写着桀骜不驯。一群马屁精，本尊可是毁天灭地的黑龙帝王。他上前一步，双手环胸，傲慢地看着我妈。傲慢地看着我妈。女人，只要你同意，小小跟我，本尊可以为你呼风唤雨。说着，他为了展示实力，竟然张开嘴，企图在客厅里喷出一道地狱黑炎。呼的一声，一小撮火苗直接燎黑了我家刚刷的雪白大天花板，全场死寂了3秒。接着我妈的脸色瞬间由晴转阴，她以100米冲刺的速度，一把抽出了插在花瓶里的神器鸡毛掸子。啪的一声脆响，我妈一鸡毛掸子狠狠抽在傲天那颗高贵的龙头上。要死啊！老娘刚花2000块钱刷的乳胶漆，你哥这给老娘变魔术吐火呢？黑龙帝王是吧？呼风唤雨是吧？我今天非把你打成黑泥鳅！而那个一个喷嚏能引发海啸，连深渊堕兽看了都得尿裤子的暴君傲天，被鸡毛掸子打得抱头鼠窜，他委屈巴巴地抱着脑袋蹲在墙角。不仅没敢还手，甚至还熟练地变成了迷你小黑蛇，试图蒙混过关。我一会儿就用龙息帮您把墙壁烤白。这顿鸡飞狗跳之后，我终于硬着头皮向我妈解释了我在兽市的离奇遭遇。我妈坐在那座钻石山上，看着面前4个排排站，低眉顺眼，甚至还在疯狂献殷勤的战神大佬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拍了一下大腿。10分钟后，我家厨房迎来了史上最高规格的内卷厨艺大赛。白夜化作残影，用削铁如泥的指甲0.1秒切出了薄如蝉翼的土豆丝。狼心利用疾风之力，像滚筒洗衣机一样疯狂洗菜刷碗。胡玉不知道从哪掏出10几个顶级松露和鱼子酱，正在疯狂摆盘。傲天则极其乖巧地蹲在灶台下，精准地控制着一口地狱黑炎的火候，生怕再挨一顿鸡毛掸子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吃着胡玉剥好的极品荔枝，看着我妈乐得合不拢嘴，拿着那颗发光的兽王内丹当手电筒照着树金砖。